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 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互动了。今天我们要占卜的内容是：你心里所想的这件事会成功吗？成功率有多高？以及建议是什么？为了增添占卜的趣味和提高大众占卜的准确度，我给大家提供了4位具体的长者，来引导大家的潜意识到更高一层。这4位长者来自《甄嬛传》和《红楼梦》，因此熟悉角色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对角色的了解做出选择。不了解的朋友也不必担心，可以根据他们的身份与你的问题的适配性，或根据面相和数字来做出选择。请不要多想，根据自己的潜意识，让你的潜意识与正确的选择进行连接。在视频开始前，我需要声明一下，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因此大家只需要听取与自己相关的情况即可。如果想要更精确的解读，我还是建议大家要1对1占卜。还有，请大家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多按赞，多分享哦。好了，现在我们一起借由塔罗牌走进这场心灵之旅吧。欢迎第一组选择倾听太后的指引的朋友们。塔罗牌将揭示你思绪所指之事的成功率和建议。感觉选择这组的朋友中， INTP、ENFP、ISFP 和 ENTJ 会居多。有被说中的朋友们，欢迎在下方留言或发弹幕寻求共鸣哦。首先，第1排的牌代表的是可能性，它展示了一个复杂的前景。命运之轮逆位暗示着当前心境受到了某种外在力量的干扰，可能是运气不佳，或是难以掌控的变化。月亮正位则指向内心的不确定性和混乱，可能涉及到欺骗或自我欺骗，因此提示着直觉的重要性，也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重要性。而钱币侍者正位代表的是希望，因此总的来看，你目前处于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所以如果你感到不安、焦虑，或者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说这都是很正常的。请不要对自己太过苛责，或者给自己过高的要求。你不管心里想的具体是什么事情，这里都显示成功率是超过 50% 的。钱币9逆位是一张能量过渡牌，这张牌表示你当前面临的是满足和安心感的缺失。这张牌提示大家，过分关注物质损失或安全感的缺乏，可能会反过来阻碍你前进的步伐。你需要适当的释放这些担忧，以跨越当前遇到的困难，或者走过目前受到的不确定性。最后，第3排的牌是建议牌，展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权杖女王正位鼓励我们要积极采取主动的行动，不要被命运推着走，也不要太怨天尤人，感觉一切都是时运不济的错。请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热情，勇敢地追求目标。审判逆位则是提醒大家，你们可能还有未解决的过去遗留的问题。对于大部分选择这组的朋友来说，需要引起重视，因为这里暗示你接下来会需要做一些比较重大的选择和决定。如果没有解决好遗留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整体成功率。比如有些朋友可能是跟前雇主还有些纠纷，
或是学业工作一直处于一个瓶颈期，想放弃，这里都是想要提醒大家，你们向前走就会有50%以上的成功率，但是如果逃避或者放弃，成功率就会大打折扣。审判同时还有重新评估的意思，因此我能感觉到，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这张牌其实是还想告诉你们，你们目前遇到的不如意和焦虑，其实完全是因为你们走错赛道了。这种感觉我非常非常理解，就是一种被卡着的感觉，好像没有出口，也没有退路。但我想告诉大家，条条大路通罗马，以及退一步其实是海阔天空，而不是万丈深渊。我曾经也以为，如果我不往某一个职业道路发展，那我这一生就完了。但现在看来，完全就是太搞笑了。我们的人生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完了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努力让自己过得开心，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最后，权杖4逆位想提示大家，你们不管是对事业的未来，还是学业的未来，或是生活总体的未来感到焦虑，其实追其原因，究其所以，还是来源于控制欲。首先我想说的是，有控制欲和想要趋利避害是人性使然，所以不要责怪自己。但过度的控制欲会变得像权杖女王说的那样，导致你有点怨天尤人，或者被命运推着走，失去动力。所以请大家在学习控制的同时，也要学会放手。有时候慢下来是为了将来更快的奔跑。最后将这些牌串联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挑战到机遇再到解决方案的转变过程。当前你可能感到前路不明和内心的动荡，然而通过接受新的学习方式和开放你的心态，你将会找到克服困难的勇气。在此过程中，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未解决的问题，避免旧有的模式阻碍新的开始，并寻求内心和外在环境的和谐。大家加油，祝福你们！我在评论区等待大家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欢迎第二组选择甲母作为指引的朋友们。通过塔罗牌，我们将一起探索你们心中所想事项的成功率和建议。这一组牌展示的是一种独特的内在力量和自我反思的旅程，很可能吸引了那些内在比较坚强，然后又富有洞察力的人，比如 INFJ、INTJ、ISTP 和 ESTJ。如果有被说中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哦。首先，第一排的牌揭示了当前的可能性和挑战。钱币5逆位表示你们可能正从一段困难关系中恢复，或者是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中恢复。这可能是关于财务上的损失，或者是感受到一种缺乏感，一种对于生活的缺乏感。然而，力量正位和隐士正位联合起来，表现的就是你们强大的内在力量和智慧。力量牌强调的是通过勇气、耐心和慈悲心克服外界挑战中的能力，而隐士则代表了深入内心的探索和对生活深层次理解的追求。这表明，尽管外在环境可能不尽如意，你们却拥有足够的内在资源来面对这些挑战。因此，你们心里所想的这件事情的成功率，根据牌面来看是超过70%的。先提前恭喜大家啦！能量过渡牌圣杯7逆位，如同一座桥梁，它提示你们在面对选择和可能性时需要谨慎思考。
这张牌鼓励你们不要被表面的幻象所迷惑，而应该深入挖掘，寻求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关于内在寻求和外在行动之间的平衡点的过程，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重要。接下来，第3排的建议牌给出了具体的指引。权杖9逆位可能表明，现在是放下过度防御状态的时候。过去可能有被伤害过的经历，但它鼓励你们要敞开心扉，不要让恐惧阻碍你们的成长。圣杯10逆位暗示着在感情或人际方面可能存在着不满和失衡，重要的是要识别并表达自己的需要，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求真正的幸福和满足的朋友们来说，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能感觉到有些朋友现在的沉默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因为曾经敞开自己心扉换来的是伤害或是不理解。关于这点，我想说，比受伤害更可怕的事情其实是拒绝成长。这2张牌也都是在暗示这一件事情。最后，钱币8正位强调通过勤奋、专注和实践来实现目的的重要性。这张牌是专门对于一些目前已经想要放弃的朋友们说的，请你们不要灰心。鸡汤文学总是会说，彩虹总在风雨后，但我不喜欢这种鸡汤。我想现实一点告诉大家，风雨后不一定有彩虹，但风雨后一定有一个经历过风雨而变得更强大、更有智慧的你。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的天选之人，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但我知道的是，我们只要有努力去让自己变得更幸福、更开心，我们就是那个天选之人，那个天选的幸福人。最后，将这些牌串联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强调内心力量和自我反思的旅程。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正是这些经历锻炼了你们的内在智慧和力量。现在是时候将这些内在力量转化为外在的行动，通过勤奋和持续的努力，寻求真正的满足和幸福了。记住，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和和对挑战的勇敢面对。OK， 就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加油！祝福你们在追求目标的旅途中取得成功。我在评论区等待与你们的互动，记得来分享你们的感受和经历。欢迎第3组选择皇帝作为指引的朋友们。通过塔罗牌，我们将一起探索你们心中所想事项的成功率和建议。这一组的牌揭示了关于决策、财务管理和个人成长的重要启示，很有可能吸引到了那些内心强大、富有决策力的人，比如 INTJ、ESTJ、INFJ 和 ISTP。首先，第1排的牌揭示了当前的可能性和挑战。首先，关于与人际相关的问题，圣杯国王逆位表明，可能因为过于理性或冷漠，在感情或人际关系方面遇到挑战。关于财务的问题，钱币5正位暗示了，如果你们目前在经济上面临挑战，你们的财务状况很快就会有改善。关于选择和管理的问题，宝剑2逆位暗示，在做决定时，你们如果犹豫不决，需要多去倾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我觉得这组朋友们带来的问题比其他组要复杂很多，然后也很难去归类。不过总体来看，你们的成功率不会低于 50%。 有趣的是，圣杯1逆位作为能量过渡牌，暗示大家在追求自我实现和目的时，可能会遇到情感上的挑战，需要更深的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和感受，避免情绪的波动影响到你的决策和行动。因此，
不管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似乎最后还是回到了情感层面。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深思。接下来第3排的建议牌给出了具体的指引。钱币7正位想提醒大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主宰力很强的人。注意，这里不一定是说你有多独立，或者你有多不依赖他人去做决定。这里想说的就是你的命运似乎本身就给了你更多的自由，你对自己的命运的塑造力比一般人要强，所以你做的选择将来一定会给你一个回馈。我觉得这一点跟皇帝真的非常像，他就是一个对自己的命运有比较强主宰力的一个人，很少有其他的一些外界因素能够左右他对自己命运的安排。这与钱币侍者的暗示其实也很相似，你们未来的道路不受金钱、感情或者事业所困，只受你自己的选择和能力的影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什么事情会带来好的结果，什么事情可能会在长期给你造成伤害。圣杯皇后逆位则提醒大家要避免情绪的波动影响你的决策。我觉得这组有很多人比较容易情绪激动，高情商的说法是大家是真性情人，但是如果有人爱挑刺，就可能会说你们情绪过敏、玻璃心、幼稚什么的。我个人觉得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相比于更多人无法敞开自己的心扉，我觉得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扉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优点。然后拥有很多情绪也是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的一个方式之一。但在不同场合，可能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和烈度，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将这些牌串联成一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面对情感和物质挑战，通过内在的力量和明智的决策来克服这些困难的旅程。你们可能在情感和财务上遇到挑战，但是通过自我反省，勇敢地面对内心的真实感受，并采取实际行动，你们将找到成功和满足。记住，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平和和对挑战的勇敢面对。加油！我相信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下次再见，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好消息和分享你们的人生旅程。欢迎选择刘姥姥作为指导的朋友们，通过塔罗牌，我们将一起探索你们心中所想事项的成功率和建议。这一组牌展示了自我释放、情感更新和实际成就的旅程，很可能会吸引到那些寻求内在自由和物质改善的人，比如在 MBTI 中的 ENFP、ESFP、ISTJ 和 INTP。首先，第一排的牌揭示了当前的可能性和挑战。圣杯1逆位暗示可能在新的开始或感情上的投入方面遇到挫折，需要重新评估你对情感和关系的期望，或是你自己对外界投射的情感。比如，你觉得自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就是没用的人之类的。这种你自己给一件事情投射的情感，会抑制你发挥自己的潜力。圣杯8正位同样暗示着一样的问题，就是你们需要去释放自己的情感和向前看，努力的离开不再服务于你的情感模式和思维惯性。恶魔逆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示你其实正在摆脱束缚，无论是内在的恐惧、依赖，还是限制性的思维模式，都在向自由和解放的方向迈进。因此，总的来说，你们的成功率会高于70%，只是你们必须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创建一个新的秩序。
宝剑四正位作为能量过渡牌，象征着一种心灵的平静和恢复，提示在经历一系列情感的释放和自我解放后，现在是找到内心安宁和稳定的时刻。这张牌鼓励你在冲突、焦虑和动荡之后，寻找和平，寻找内心的平静，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好准备。接下来，第三排的建议牌提供了具体的指引。皇帝正位强调了秩序和稳定的重要性，这跟前面的说法其实还蛮相似的，鼓励你采取果断行动，不仅要在生活和工作中建立结构和规则，还要注意自己内心视觉的秩序。以我个人观点来看，不管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凌驾于你自己的幸福之上。不管你问的是感情还是工作还是学业，你所追求的未来应该是一个你想要的未来，一个真正让你能开心的未来。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比如有些朋友就是处在一个瓶颈期，然后想要更努力工作升职，但又感觉不喜欢这家公司，或是单纯想换工种，想换一个赛道，或是一些朋友在准备考研、考公之类的，但是那个所谓的上岸后的未来，却好像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喜悦。这个很抽象，我欢迎大家就是自己去想象一下，就是想象你成功之后，是不是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喜悦，还是你只是觉得我只是又完成了一件事情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处在瓶颈期，请不要放弃，但是请你也去认真思考一下，什么东西能给你带来幸福，什么东西才能让你真正快乐。然后就是我也很理解大家那种好像处在一个困境之中，就是好像没有出路，但是又没有退路的感觉。我这里就是想要再告诉大家一次，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以及退一步其实是海阔天空，而不是万丈深渊。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努力让自己过得开心，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觉得过分的焦虑反而会让我们失去一些宝贵的机会，或者阻碍我们去成长。然后最后，钱币九正位和钱币侍者正位两张牌都在提醒大家要保持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你回想一下，你已经多久没有对一个新的事物，或者说一个新的话题感到真的好奇，感到你真的想要去探索了？请你们把握新的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里，而造成了一种我的人生就这样了的这种假象。记住，你的人生充满无限可能，所有人的人生其实都充满无限可能。所以将这些牌串联成一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情感的束缚中解脱，通过内心的和平与秩序，最终实现物质和个人成长的旅程。你们可能经历了一段情感上的挑战和自我探索，但正是这些经历帮助你摆脱了限制。现在通过果断的行动和智慧的选择，你们正走向一个实现自己目标的道路上。随着你在生活中建立更多的秩序和稳定，新的机会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满足。记住，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和平和对自身目标的坚定追求。加油！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好消息和分享你们的成长故事。我们下次再见，祝你们在追求目标的旅程中取得成功。